王字啊，根本就算不上反贼，这些反贼都是网友自己去给他的定义。在共产党政府的立场上来说，那得是郝海东这种级别，这都什么年代了？哎呦！你随便骂他几句，他就把你给干掉，怎么可能？因为在国家的层面认定老百姓有你的言论自由，但是很多事情你不要去做。你说你要搞组织推翻所谓的共产党政府，那你完蛋了。董瑞中周六周日我不上班，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打官司打赢了，但是他现在全网被封杀。这个事情息事宁人就可以了，因为他说的社会现象连国家都没办法解决，你靠你自己的一己之力去解决，那你是要在国内闹一场革命了。我觉得应该整顿职场，虽然我们有时候骂那些欧美的人，但是人家就是有那个勇气捍卫自己权益，好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做。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童瑞中他进了一个公司以后待遇还可以，但是有一天周末嘛，他没有去上班，老板就给他发信息说，哎，你咋没有来？他说我周六周日国家规定的休息的时间嘛，我不上班，因为这个事情打官司，然后他打赢了。我先说我赞成他这个说法的，虽然说大陆现在非常内卷，有一种潜规则，就是说我们到了一个企业去打工，其实我们明明知道节假日是应该我们休息的时间，但是如果说你不配合一些加班的话，有可能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像他这种应该是90后00后，我觉得是应该要有一个分期整顿一下这个职场，虽然我们是给你打工的，但是我们也是人，我们也需要休息。他这个事情我觉得做得很好啊，我觉得他做的过分的事情是套用毛泽东的话给那些法官讲的头头是道，我觉得讲的是好，但是他的视频上抖音一天之内就100多万粉，播放量是达到6亿，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他？其实他就是做了一些很多普通打工人的心声，但是他现在就是全网被封杀掉了。我觉得估计是政府也害怕他这个东西以后掀起一场风浪，然后所有的打工人开始搞这个事情，因为他动不动就把毛选的东西拿出来说，就给人好像他是一个新时代的文革一个先锋者，要去打败资本主义。我想表达毛泽东的那套思想可能是在那个时代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当今中国这个社会从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不是纯纯的无产阶级了，我们的体制里面有资本主义，也要包括我们的儒家文化里面结合起来，到了现在我们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极端。比如说加班这个事情，你要加班可以，老子也是人的，你要让老子加班要给老子加班份的，你不能说让我白白去加班。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我们每一个现代的职场打工人需要去做的事情。虽然我们有时候骂那些欧美的人，但是人家就是有那个勇气捍卫自己权益，好吗？假如说我们是对的这一方，你去努力去捍卫，你才有可能改变这个社会一些不好的一些现象。第一个，他那个封杀的方式是压热度，它是一个相当于被动的封杀，比如说可能搜索起来会费劲一些，然后可能不允许再新发言了。然后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平台有关，有的平台好像也没有操作。我觉得刚刚那个北京老师啊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像他这种事情，在国家层面来说，这叫屁大点小事。但是呢，问题是呢，在媒体公司的立场上来讲，你这个内容的话，引起了太多的流量，可能会引起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会的反应。本来他这个事情要处理起来很简单，打打官司，对吧？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事情就息事宁人就可以了。因为他说的社会现象连国家都没办法解决，你怎么解决？你靠你自己的一己之力去解决，那你是要在国内闹一场革命咯。那到时候你说政府应该去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我想说的是，这个肯定就是属于媒体平台自己的猜测。像他这种事情的话，一般情况下就会被媒体所禁言，等这个事情平息之后，他应该就被解除了，因为微信已经马上要被解除禁言了。就像前面端木子小姐姐说的，他有6亿的播放量，这什么概念呀？那万一如果这6亿的人跟他一起闹革命怎么办？咱们说大一点啊，就媒体的公司他会这么想，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被媒体封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严格上来说，他们并没有违法呀，他又不像赵薇，这是属于真的是违法了，这种才叫100%的被国家封杀。因为媒体公司他要考量一个问题，就最后这个事情如果闹大了之后，政府会不会直接去找你公司麻烦？会不会给你穿小鞋，说你为什么这个事情你不出来阻止调息？明明是一个小事情，闹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了，那完蛋了，处理起来就极其麻烦了，对不对？我说一下这个媒体封杀，就是上有手铐，下必甚严。那其实有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法律是？我觉得这还是4个字，是不是依法治国？但根据我观察，我觉得两岸一家亲，两岸都不是法治社会，是一个好一点，一个差一点。然后之前我看他们还发了一个照片，说袁腾飞啊、徐晓东啊，说是反贼派的大集合。这个我就要问一下大陆的同学了。
袁腾飞他比较反毛的。我觉得袁腾飞以前不是还有上过什么央视10套百家讲坛，对，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啊？现在就发现一个现象，在大陆被封杀掉的，像王志安呀、袁腾飞呀、徐晓东、陈秋实，但他在国内他也没被判刑，然后他 YT 照样能开。可能国家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人的思想呀、受的文化教育、思维都不太一样，你硬要那样子噎着的话也不太好。他可能也就是给你一个渠道哦，你想说，那你到外面说去，你只不要太过，我也懒得管你，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在国内的话，你不要发这些东西，因为他怕影响一些不好的一些现象嘛。就其实国内一些傻逼也很多，你知道吗？我是觉得就跟台湾一样嘛，常常有些人是说赖清德怎么去看待我们这一批比较认同大陆的人嘛，那当然是可以靠什么第5纵队跟什么东西的。大陆有一些情况，我之前有问过一些朋友，他们怎么去看待哦。有些时候，如果说真的是政府真的要封杀你的话，还是要弄你的话，基本上来讲话，一定要有一个关键地方，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跟境外势力勾结，还要看你勾结的程度多少。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就是看一看吧。我觉得你看像芳芳那时候也没什么事情，对不对？他不是出了一个日记有没有？大陆也是冷处理的。包括你看像上次美国耶伦不是他们有去大陆还是哪里有没有？是有人拍照跟一些所谓的女权运动在吃饭。那只是一般民众其实因为长久以来很清楚知道外国势力就是对中国不友善，所以老百姓会自己定义，你有本事去舔，那你就不要拿大陆这边的好处，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少部分大陆比较爱国人来讲会自发性的把它贴标签，毕竟14亿人口人那么多嘛。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任何问题的话，就要看它到底是个案还是通案。我觉得像包含刚刚端木小姐讲那个东西，它那都只是个案。如果是通案来讲的话，大陆本身的法律就会去处理这种劳动纠纷。所以你看大陆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可它并没有工会这种组织嘛？可是问题是因为它后来还是走市场经济，那市场经济来讲的话，可能你要完全适用于劳动法所谓的996跟什么东西来讲的话，那很多东西都推不下去嘛。我觉得这个议题相当值得讨论。所以这些人算反贼吗？还是就是自由派？因为关于这个反贼的定义啊，我觉得在共产党政府的立场上来说，要真正是反贼的，那得是郝海东这种级别，就他干脆就直接在国外成立另外一个中国的，像一般王志安这种人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反贼，这些反贼都是一些网友呀，他自己去给他的一个定义。就好比在台湾，为什么他老说台独是一小撮人，比如说苏贞昌，为什么其他的民进党员他不说是台独呢？这个我在 B 站还真的有看过一些类反贼言论，还蛮有趣的。这都是常态，老百姓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对于社会啊，或者对于国家有一些不满的地方，他有的时候会酸两句。这种政府一般管都不管的，因为第一他也没有必要管，第二个是你也没什么影响力，你也只是图个嘴爽而已。我干嘛每天盯着你，跟防贼一样的防着？这个跟国家跟政府没有2毛钱关系，因为在国家的层面认定你就是老百姓，你有你的言论自由，你可以说，但是很多事情你不要去做。最多你是大陆人，他就把你直播停了。你说要被抓，那周明轩早就被抓了，为什么呢？你看过以前周明轩的视频，他们跟台独有什么两样？整天中国的，那为什么他能够入境？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哎呀，我哪有这种东西的？你随便骂他几句，他就把你给干掉，怎么可能？你说你要搞组织推翻所谓的共产党政府，那你完蛋了。了解，我自己有一个感想啊，对中国大陆定义的反贼，其实台湾人是很陌生的。很多人他只要能够恶心一下中国政府，他们就开心了，大概是这样。